曾几何时，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霸气震天，威震中原。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强盛的国家竟然在暗流涌动中悄然走向分裂，权力从国君手中逐渐流失，被几个权臣偷偷攥在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曾经的强者会在权力的迷雾中逐渐陷入无尽的斗争和背叛？而那位被称为智伯瑶的权臣，究竟隐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野心？这场看似平静的权力游戏，背后又隐藏了多少惊心动魄的秘密？晋文公晋襄公之后，晋国主权衰落，国政被一些卿大夫把持。到春秋晚期，晋国政权被赵、魏、韩、范、质、中韩氏6家卿大夫控制着，史称六卿。后来，范氏、中韩氏2家被灭。到晋出公时，晋国只剩智伯瑶、赵襄子、韩康子、黎桓子4家大夫把政。4家中以智氏最强。晋出公不甘心当傀儡，秘密地向齐鲁2国借兵，试图除掉世卿。没想到齐鲁2国不但没借兵，还把这消息告诉了智伯瑶。于是智伯瑶联合另外3卿出兵攻打晋出公，晋出公被迫逃跑，后病死在路上。晋出公死后，在智伯瑶的建议下，宗室姬交被立为国君，史称晋哀公。智伯瑶与晋哀公的父亲有私交，他利用这层关系影响和操纵哀公，从而控制了晋国的大局。智伯瑶大权独揽，变得越来越骄横跋扈，野心也膨胀起来，不甘于和其他3家分权的现状，想要独吞晋国，一枝独大。他的谋臣给他出主意，让他假借晋哀公的名义向其他3家争地，就说是与日益强大的越国争夺霸权用的。这样，如果他们同意割地，就达到了蚕食他们的目的；如果他们不同意，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兵攻打他们。智伯瑶觉得这个方法很好，马上依计而行。韩、赵、魏3家得到征地的通知，知道智伯瑶不怀好意。韩康子本想断然拒绝，但他的家臣段圭说，智伯瑶这个人阴险狡诈，刚愎自用，所要不成，肯定会发兵攻打。再者，他贪心不足，除了跟韩家，肯定也跟其他家称手了，不妨等别人拒绝他出兵攻打时，坐收渔利。韩康子觉得这方法可行，便决定先受点损失，伺机而动，因此派使者给智伯瑶送万家之役。智伯瑶见韩康子这么容易就交出了土地，满心喜悦，就等着魏时也把土地送来。魏桓子当然也不愿意把土地分给智伯瑶，他的谋臣任章跟他分析说，智伯瑶轻易得到土地，一定会更加的骄傲狂妄，不可一世，那时必然轻敌，而失去土地的各家联合起来，对付一个骄傲轻狂的敌人，结果不言自明。因此他建议魏桓子先不要爱惜土地，等形势流转，自是事时再说。于是魏桓子也给智伯瑶送了万家之役。智伯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2个万家之役，非常得意，跟赵襄子索要蔡、皋南之地。赵襄子早就与智伯瑶结怨，当年智氏率军伐郑，赵襄子还是赵氏世子。进入都城时，赵襄子曾受到智伯瑶的侮辱，赵襄子对他早就怨恨不已。后来智伯瑶还曾干预赵家家政，企图动摇赵襄子世子之位，赵襄子对他更加愤恨。这次智伯瑶所地，襄子断然拒绝。智伯瑶当即联合韩魏2家，想以3家的军事一举消灭赵氏。赵襄子见形势于己不利，召集众人商议退守，以避敌锋芒，最后选定退守晋阳。赵氏为防备不测，对晋阳经营多年。当初范氏和中韩氏支持邯郸叛乱，赵简子就曾退保晋阳。赵简子曾特别嘱咐襄子，如果晋国有难，可以推到晋阳。赵襄子继位后，对晋阳地区的百姓减少赋税，让百姓们得到了好处，赢得了民心。对赵氏来说，
这是最为可靠的堡垒。赵襄子撤退到晋阳后，发现这里城池非常坚固，储备非常充足，但是他们仓促退兵，没有带够充足的御敌兵器。谋士张孟谈告诉他说，当年晋阳就是为了战备而修的，因此修筑工事选用的材料都是可以用来制造武器的。于是他们将工事里面的铜柱锯下，制造剑杵和剑戟，用工事强援的材料造剑杆，从而制造了充足的兵器。这下只等与那3家联军开战了。公元前454年，智伯瑶率领韩魏3家攻打晋阳，鏖战3个月都没能攻下，此后围困了1年多，还是未能攻克。眼看着战事拖延，智伯瑶不禁焦急万分。一天，他在城外查看地形，看到晋阳城东北的晋水绕过晋阳城往下流去。突然，他萌生了一个主意，如果改变晋水的水路，把它引到西南边来，不就可以水淹晋阳城了吗？有了主意，他赶紧下令兵士们动工，在晋水旁边挖开一条河道，直通晋阳，并在上游筑起水坝拦水。不久，雨季来临，上游又有堤坝拦截，晋水被蓄积起来，水位猛涨。智伯瑶见时机已到，下令开坝放水，大水汹涌咆哮着灌向了晋阳城，城里马上变成一片汪洋，老百姓的房子被水冲垮倒塌，生火做饭的灶堂里青蛙跳来跳去，百姓们只好吊起锅子来做饭。后来城中粮食耗尽，竟到了一子而食的地步。尽管如此，百姓们依然支持赵襄子的坚守，不肯投降。智伯瑶觉得攻破晋阳城指日可待，得意地带着魏皇子、韩庚子查看水情。智伯瑶对自己的这个计策非常得意，忘乎所以地说：“现在我才知道，谁也可以灭亡一个国家。”这话让魏韩2人心里一惊，马上联想到自己的城池。安邑是魏家的城池，周围有汾水环绕；平阳是韩家的封地，被绛水环绕着。智伯瑶可以用晋水灌晋阳，也可以让汾水灌安邑，绛水灌平阳。两人想到今天的晋阳，很有可能明天就是安邑、平阳。魏皇子的胳膊肘暗地里轻轻地碰了碰韩康子，康子踩了下皇子的足背回应，二人心照不宣，已经有意反戈一击了。智伯瑶正高兴地想着马上就可以攻破晋阳城了，根本没有留意韩魏2人的轻微举动。但是他的臣属妾次注意到韩魏2军面露忧虑之色，他分析说，当初3家约好攻灭赵氏后平分其土地，现在晋阳城将破，2人却一点都不高兴，肯定是顾虑到自己的利益，有了顾虑，他们一定会反叛。智伯瑶不相信妾次的说法，甚至把他的话告诉了魏皇子和韩康子。韩魏2军当然不会承认，智伯瑶就相信了他们。妾次为了避祸，请智伯瑶把他派到齐国出使。晋阳城形势越来越严峻，赵襄子担心，即便是百姓支持，也要守不住了。危难时刻，他与张孟谈谋划，派张孟谈去策反韩魏2军。张孟谈潜出城外，见到正在游鱼的2军，3人一拍即合，约定里应外合，一起消灭智氏，然后平分智氏的封地。赵襄子已经与韩魏2家达成共识，智伯瑶满心以为很快就要攻破晋阳城了，对此一无所知，仍高枕安眠。第2天夜里，赵襄子派军卒悄悄杀死智伯瑶守堤的士兵，掘开水坝的西侧，晋水反冲向了智伯瑶的军营。军营里当即乱作一团，熟睡中的智伯瑶被混乱声吵醒，这才发现兵营里面全是水，他不知是怎么回事，一阵惊慌。这时四面八方响起喊杀声，赵军从城中杀出，韩魏2家从两边夹击，已经攻进了智伯瑶的军营里，智军大败，智伯瑶自己也被杀。
这次战斗结束后，智氏被灭族，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派使者去见周威烈王，要求把他们封为诸侯。周天子早已名存实亡，知道就算不同意也没用，反而自己尴尬，不如顺从了他们。于是正式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三家分晋之后，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韩、赵、魏再加上秦、齐、楚、燕四个大国，形成了历史上的战国七雄。在战国那个群雄逐鹿、刀光剑影的时代，有一个人，他用鲜血和铁血写下了自己的传奇。他不是孔子的弟子，也不是贤明的君王，但他却是那个动荡年代最令诸侯震惊的军事奇才。他的名字是战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一个吴起。吴起，战国初期魏国人，是那个时代著名的军事家，与兵圣孙子齐名，世称孙吴。虽然在军事才能上他可以和孙武比肩，可是因为他急功近利，品性遭到质疑，因此他的声望终究要顺于孙子。吴起喜好用兵布阵，一心想建功立业，扬名天下。他年轻的时候家中衣食无忧，相当富足，但是他不甘于一生平淡，于是到处游说，以求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以至于耗尽了家财。为此乡邻都嘲笑他。吴起恼羞成怒，竟杀了30多个笑话他的人。杀人后，他为了逃脱追究，就逃出魏国向东跑去。在和母亲告别时，他咬着自己的胳膊，言之决绝，说如若自己不能认相拜亲，就不再回魏国。这以后，他拜到孔子的学生曾参门下学习。不久后，他母亲去世，吴起终是没有回魏国奔丧。他为功名富贵不顾孝道，曾参对他的品性颇为鄙视，于是和他断绝了师徒关系。吴起又周游各国，学习兵法，后来就到了鲁国，奉侍鲁军。公元前412年，齐国发兵进攻鲁国，鲁军想任用吴起为将军，但是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因此鲁军不能完全信任他。吴起一心想成名，不想错过这次机会，为了表明自己不会倾覆齐国，就毅然杀了自己的妻子，撇清和齐国的关系，史称杀妻求将。终于，鲁军相信了他，并任命他为将军，率军与齐国作战。吴起在军队中严格要求自己，对待兵士却非常宽容，能够与士卒们同甘共苦，因此很得军心。将士们都愿意为了他拼死一战。吴起率领鲁军来到阵前，没有马上和齐军开战，而是先向齐军示弱，表示愿意谈判和解。同时故意在中军安排了些老弱残兵，齐军被假象蒙蔽，真的以为鲁国军队残弱，害怕他们了，因此轻敌懈怠。这时吴起才率领精锐，出其不意地向齐军发起猛攻。齐军完全没有准备，仓皇应战，一触即溃，损失惨重，鲁军大获全胜。吴起立下汗马功劳，深受鲁军青睐，这引起了鲁国群臣的嫉妒。于是他们拿他杀妻求将一事做文章，对鲁军说：吴起这个人多疑而残忍，为了功名利禄，连自己的妻子都杀了。鲁国国小，战胜的名声一旦传扬开来，势必引来各国觊觎。再说鲁国和魏国是兄弟之国，鲁国启用吴起就是背弃魏国，使鲁魏关系破裂。鲁军听了这番话，也对吴起起了疑心，最终委婉地拒绝了他。吴起离开鲁国，听说魏文侯贤明，就凭着自己的本事去游说他任用自己。魏文侯向大臣李悝征求意见，问吴起的为人如何。李悝对吴起的品性也颇有微词，说他贪慕虚荣，且是个好色之徒，但也非常肯定他的军事才能，说他用兵的才能超过了司马穰苴。这时
魏国要和秦国作战，于是魏文侯任命吴起为主将，率军攻打秦国。吴起做主将，和最下层的士卒同一同时，睡觉不铺垫褥。秦军不乘车骑马，亲自背干粮，和士兵们同甘共苦。士卒中有人生了恶性毒疮，吴起就用嘴为他吸脓。这件事传到了这个士兵的母亲耳中，这位母亲放声大哭。别人不解地问：“你儿子不过是个无名小卒，将军却如此厚待他，亲自为他吸取疮上的脓，你为什么要哭呢？”那位母亲回答道：“我不想这样。早先他的父亲生疮，吴将军就曾为他吸脓，为此他的父亲在战场上勇往直前，直至战死。现在吴将军又给我的儿子吸脓，他早晚也会和他父亲一样战死沙场，所以我才哭啊。”吴起得到了士卒的拥护，士兵们在战场上能为他奋勇杀敌。在和秦国作战中，吴起率军一连攻下5座城池。魏文侯见吴起善于用兵，就任命他为西河（今陕西河阳一带）的守将，抗拒秦国和韩国。后来魏文侯去世，他的儿子继位，是为魏武侯。吴起继续效力于魏武侯，武侯曾与吴起泛舟西河，船顺流而下，行到中途，武侯流连山水之间，不禁称赞起山河的壮美，地势的险要，认为这是魏国至宝。吴起却列举历代占据险要地势却亡国的君主，认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于君王的德政，并非据守天险。魏武侯连连称是。吴起镇守西河期间，本着兵不在多而在精，因此他治军严格，赏罚分明，同时减轻士兵的负担，深得军心，勤于练兵，大大提高了战斗力。他的军队很快成为魏国的精进之师，攻取秦河西地区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原里（今陕西陈城南）2城，进占秦之河西地（今黄河与北洛河南段间地），设置西河郡，吴起任郡守。公元前389年，秦魏阴晋之战中，吴起以少胜多，用5万魏军击败了50万秦军，使魏国势力大增，成为战国初期强大的诸侯国。吴起在西河任守将，凭着战功赫赫，赢得了很高的威信。魏国选项，很多人都以为必会是吴起，最后却选中了贵气重臣田文。田文死后，公叔任相，公叔忌惮吴起的才能，便设计使武侯对吴起起了疑心。吴起害怕武侯会降罪于他，便离开了魏国，到了楚国。楚悼王对吴起的才干早有耳闻，因此吴起一到楚国就被楚王任为相，主持楚国变法。吴起裁撤多余的官吏和公族，用节省下来的钱粮供养兵将，楚国很快强大起来，向南平定了百越，向北兼并了陈、蔡，并击退了韩、赵、魏的扩张，向西讨伐了秦国。各诸侯国都害怕楚国过于强大，加上吴起的变法，又使不少公族贵戚的利益受到损害，引来了他们的记恨。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公族贵戚们见吴起没了靠山，就立刻兴兵作乱，攻击吴起。吴起为了保命，躲到楚悼王的尸体旁边，没想到叛军竟无所顾忌，用箭向吴起乱射，连楚悼王的尸体也中了箭。后来太子即位，是为楚肃王，追究因诛杀吴起而射中悼王尸体的人，灭了70多家曾祖，间接为吴起复仇，也是为其变革扫除障碍。楚肃王虽车裂吴起尸身，并废除部分激进策略，但多数仍被延续，为日后楚魏王争霸奠定基础。谁能想到，一个4岁丧母、9岁丧父的少年，竟能在硝烟四起的战国乱世击败自己的仇敌，名扬天下，成就千古兵家传奇。他就是孙膑。
宾顺孙武的后人。孙膑是战国中期齐国人，他少时孤苦，4岁丧母，9岁丧父。他年长后拜鬼谷子为师，学习兵法。和孙膑一起学习兵法的还有一个师弟，名叫庞涓。庞涓很聪明，学业也很好，可是他的天分没有孙膑高，因此总比孙膑略逊一筹。孙膑不但悟性很高，而且坦荡仁义。鬼谷子见他在军事方面有极高的天分，品德又好，就单独把孙武的兵法13篇传授给了他。孙膑只用3天就把13篇熟记于心，把书还给了师傅。拜师学艺期间，孙膑、庞涓2人感情很好，可庞涓心胸狭隘，为人奸诈，但他善于伪装，表面上对孙膑很好，其实非常嫉妒孙膑。孙膑心地善良，对庞涓以诚相待，一直把他当成好兄弟。孙膑、庞涓跟随鬼谷子学艺几年后，兵法韬略大有长进。这时魏惠王效仿陈孝公，用重金招贤纳士。庞涓本来就是魏国人，贪图名利，不愿在深山里继续受苦，因此虽然学业未完，仍决定下山。孙膑送他下山，临别时，庞涓向孙膑保证，日后自己受到重用，一定会向魏王举荐他。孙膑很感动，两人就此告别。庞涓到了魏国，想尽办法，终于见到魏惠王。他倾尽所学，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一番治国安邦、练兵打仗的策略，并称自己可以使魏国兼并其他6国。魏惠王听言很是高兴，任命他为元帅，执掌魏国兵权。庞涓虽及不上孙膑，但也的确是有本事的。他指挥魏军与周围的各小国开战，连连战胜，使圣鲁、魏、郑等国臣服于魏。很快，庞涓被封为上将军，成为魏国举国闻名的人物。魏惠王对他更是信任有加。庞涓享受着春风得意的日子，同时心里一直有个隐忧，那就是孙膑。他深知说到用兵，自己的才能远不及孙膑。孙膑一旦出山，就会对自己地位构成严重的威胁。可是他也曾向孙膑许诺，要把他举荐给魏惠王。正在庞涓寝食不安，不知该怎么办时，魏惠王已从墨子那里了解到孙膑的才能，让庞涓写信请孙膑出山。原来墨子和鬼谷子是好朋友，他去探望鬼谷子时，发现孙膑才华出众，就向魏惠王推荐了他。事已至此，庞涓只好照办。孙膑接到庞涓的信，很是感激，便辞别师傅，下山来到魏国。庞涓表面上笑脸相迎，心里却非常不高兴。很快，魏惠王见到孙膑，对他十分敬重，想任命他为副军师，和庞涓一起执掌兵权。这使庞涓心里暗暗嫉妒，他最不想和孙膑一起，于是就说让孙膑担任副职，在自己之下，是委屈了他的才能，建议魏王让他先当客卿。客卿是一种空想较高礼遇，并无实际权力的职位。魏王也不想怠慢了孙膑，就采纳了庞涓的建议，还很赞赏庞涓的为人。庞涓担心孙膑的军事才能一旦展露，就会超过自己，便暗地里密谋除掉他。后来，在与孙膑闲谈中，庞涓得知孙膑和齐国的亲戚失去联系很久，便心生一计，于是他找人假扮齐国人来见孙膑，说是他的堂兄给他送来一封信，信中请孙膑回齐国，为齐国效力。孙膑自知身在魏国，便回信婉言谢绝了。孙膑更改了信的内容，制造孙膑暗通齐国的假象，然后把信拿给魏王。魏王勃然大怒，宣布孙膑私通齐国，将他抓捕，并施以并逐、擒脸之刑，即挖去膝盖骨，在脸上刻字。庞涓把孙膑接回住所，暗地里派人监视，并请他把《孙子兵法》默写下来。孙膑感其不弃之恩，夜以继日的抄写。后来，照顾孙膑的仆人听说庞涓打算等孙膑写完兵书就饿死他，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孙膑。孙膑这才恍然大悟，回想起过去种种，意识到正是这个自己当成兄弟的人的加害，自己才落得这个下场。他心里又痛又恨，心想要报仇，就一定要先摆脱庞涓的控制。于是心生一计。第二天，孙膑又开始默写兵书，写着写着，突然两眼泛白，四肢乱颤，不一会儿就昏倒在地。醒过来后，他就又叫又闹，时哭时笑，还无端的发怒，抓起写好的兵书扔进了火盆里，自己也扑了过去。人们大惊失色，赶紧把他救起，并向庞涓禀报说孙膑疯了。庞涓闻听奏报，便赶去孙膑的住处，亲眼看到他疯疯癫癫的，还是不肯相信他疯了。于是庞涓下令把孙膑放到猪圈里。孙膑披头散发，在猪圈的泥水里摸爬滚打，弄得全身都是猪粪，却还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有人给他送来饭食，他一把将饭食打翻，反而抓起猪粪放到嘴里。这时庞涓才有些相信孙膑是疯了，但他生性多疑，仍派人监视孙膑的举动。得知孙膑满身污秽的到处乱爬，不管是马棚还是猪圈，困了就睡在那里。终于庞涓相信孙膑是真的疯了，便渐渐放松了对他的监视。孙膑一边装疯，一边寻找脱身的机会。当初是墨子向魏王举荐孙膑的，孙膑落得如此境遇，墨子知道他很冤枉，也知道孙膑是装疯避祸。他把孙膑的处境告诉了齐国的大将田忌，并盛赞孙膑的才能和智谋。于是田忌派使者到魏国去营救孙膑。一天晚上，使者偷偷拜访孙膑，趁着天黑用假孙膑把真孙膑换了出来，藏在自己的车子里，然后快马加鞭赶紧离开了魏国。等到庞涓发现孙膑逃走时，孙膑已经回到了齐国。孙膑回到自己的母国，见到大将田忌，田忌非常爱惜孙膑之才，就将他留在自己的府中，以上宾之礼待他。齐国君臣常以赛马赌输赢作为娱乐，比赛时将马分为上中下3等，分3场对等竞赛，赢得场数多的为胜。田忌的马没有齐王的马好，因此常常3场全输。他非常丧气。一次孙膑观看了比赛，然后给田忌出主意，调整赛马出场的次序，用自己的上等马对齐王的中等马，用自己的中等马对齐王的下等马，用自己的下等马对齐王的上等马。比赛结束，田忌以3场2胜赢得比赛，让齐王非常惊讶，因为田忌很少能赛赢。这件事虽小，却足以体现孙膑足智多谋。田忌非常钦佩他，趁机向齐王推荐他。齐王接见了孙膑，发现他果然谈吐不凡，见解独到，的确是个奇才，便对孙膑以先生相称，对其非常敬重。孙膑逃走后，庞涓依然在魏国执掌军权，总想依靠战功提高自己的声望。公元前354年，庞涓率领8万魏军攻打赵国，赵都城邯郸被围，派人到齐国求救。齐王知道孙膑善于用兵，就想任命他为将军，率军救赵。孙膑以自己的身有残疾辞谢，请派田忌为将，自己从旁辅佐。于是齐王就让田忌任主将，孙膑任军师，率军前往救赵。田忌想带大军直奔邯郸，与魏军正面交锋，以解赵国之围。孙膑认为魏国的精锐都在围困赵国，此时国内兵力空虚，因此建议田忌发兵攻打魏都大梁，这样就可以迫使魏军回军自救，以解赵国的困境，同时还可以使魏军疲劳，而齐军则以待劳。田忌觉得这个计策很好，当即采纳，率领齐军杀往大梁。齐军压境，大梁被围，庞涓果然顾不上攻打邯郸，赶忙率大军驰援大梁自救。魏军走到桂林，陷入齐军包围，因为急于行军，士卒们奔波劳累，
被齐军打得落荒而逃。主将庞涓被活捉，魏国向齐国求和，申病训导了庞涓一番，将他放回魏国。虽然申病没有杀庞涓，但这一战也是对庞涓一次重击，这就是著名的围魏救赵。十几年后，庞涓又联合赵国攻打韩国，韩国抵挡不住赵魏两国的联合进攻，于是派出使臣向齐国求救。齐国内部有主张观望的，有主张救援的，两种意见相持不下。齐王问孙膑的意见，孙膑则提出综合两种意见：先答应韩国的要求，让他们全力拼杀，等待救援，然后等他们两败俱伤时再出兵攻魏，这样就可以不费力气打击疲惫的魏军，解救危难中的韩国。齐王很欣赏这个计策，在魏韩两军交战1年后，再次以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前去救援。孙膑故技重施，和田忌率军直接攻向魏国的都城大梁。庞涓听说大梁被围，怒气冲冲地率军回到大梁。孙膑说魏军自恃勇猛，急于求战，可以利用这个心理装出胆小怯战的样子，以诱敌深入。于是让田忌带领军队撤退，并且每天减少做饭的灶数。庞涓率军赶回大梁，齐军已经撤走，魏军果然紧追不舍，一连追了3天。开始时齐军的营地有10万灶，第2天就剩5万灶，到了第3天就仅剩3万灶了。庞涓见状，以为齐军怯弱，暗自得意，便率领精锐加紧追赶。孙膑知道庞涓中计，计算魏军的行程，估计到了晚上，他们就赶到马陵了，便在马陵设下埋伏。马陵道是一条狭窄的小路，位于2座高山之间，树多林密，山势险要，易进难出，是个伏击歼敌的好战场。孙膑下令砍倒树木，堵塞道路，并选中路旁的一棵大树，刮去一段树皮，在树干上写道：庞涓死于此树之下。然后他又命弓箭手埋伏在马陵道两边，并告诉他们那棵刻字的树下依然起火光，就朝那里放箭。傍晚，庞涓率领的魏军骑兵果真来到马陵道，士卒报告说前方道路被树木堵住了。庞涓赶紧上前查看，他看到树木上横七竖八，只有路旁一棵大树屹立不倒，树皮上好像还有字，于是命人点起火把。当他拿起火把来到树下，刚看清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几个字，猛然意识到中计了，但为时已晚，还没等他喊出撤退，齐军万箭齐发，魏军当即乱作一团。庞涓知道败局已定，无力回天，拔出佩剑自刎而死。齐军乘胜追击，大败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带回齐国。孙膑也因为这一战声名远播。在一个风云暗涌的时代，一场无声的权力更替正悄然发生。谁能想到，掌控王朝封地的老家族会在暗影中被一个崭新的势力逐渐蚕食？一场围绕忠诚、野心和智慧的较量正在齐国的宫廷和民间激烈展开。权力的天平如何倾斜？历史的车轮将带来怎样的震荡？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充满阴谋与变革的年代。公元前379年，齐康公去世，齐国姜氏政权被田氏所取代。这时人们称齐国为田齐。姜子牙为周王朝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周武王将齐国分给他。当时齐国实力就不允小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了齐桓公姜小白时，齐国更是数一数二的大国。不过恐怕连姜太公也不会想到，最后他的封地竟会从他的后代手中丢掉，田氏家族将成为他新的主人。成王是陈国陈厉公的儿子，他出生后，陈厉公为他卜了一卦，卦辞上说成王的后代将会成为帝王，但是不在陈国。陈厉公半信半疑，果然陈厉公死后，成王就离开了陈国。公元前672年，成王独自来到齐国，齐桓公想要任命他为卿，
成王推辞说：“我只是个逃命的人，你不杀我，我就已经很知足了，不敢再接受那么高的职位。”于是齐桓公就让他担任公正。不久，一个大夫想要把女儿嫁给他，为此他还专门算了一卦，卦上说他女儿嫁给成王，他的第6代后人就会做高官，第9代后人就会成为君主。于是这个大夫就把女儿嫁给了成王。成王死后，他的后代都一直留在齐国当官。过了5代后，他的后代田桓子无宇得到齐庄公的宠幸。田无宇去世后，他的儿子田启在齐景公手下当官。这个齐景公是个昏君，他整天只知道自己享乐，完全不顾百姓死活，晚年更是荒淫无度，贪图享受。国库里的粮食即使发霉了，他也不肯施舍给灾民。另外，他还抓了很多百姓，为他建造宫殿。对待反抗的百姓，他下令砍掉他们的手脚。百姓对他非常的不满。这时，田启趁机想出一个办法收买民心。他将齐国的粮制由4进制改为5进制，百姓借粮时，他就用5进制；还粮时，他又用4进制。这样大斗借出，小斗收回，百姓就得到了好处，他们纷纷感谢田启。很快，田氏家族变得强大起来。有一次，齐景公派晏婴出使晋国，晏婴私下对叔向说：“齐国最终会是田家的。”几年后的一天，晏婴陪齐景公休息时，齐景公看到自己居住的豪华宫殿，叹气说：“我死后谁会居住在这儿呢？”晏婴说：“假如正像你说的那样的话，恐怕只有田家了。田家虽然没有做出什么大的功德，但他有恩于百姓，君主临征税多，而田启却施舍多，民心都向着他了。如果你的后代稍微做得不好，那么田家就会把握齐国大权。”听到这些话后，齐景公很是担忧，他向晏婴寻求办法。晏婴告诉他以礼治国。虽然齐景公也很赞同，只是为时已晚。几年后他就去世了。他最后也只是控制田家的势力，根本没做些取得民心的事情。在齐景公病重后，他让国下高张为相，辅佐他的儿子屠为太子。田启得知后不高兴了，他想让景公的另一个儿子杨生为太子。齐景公死后，田启假装拥护高国二相，暗地里却挑拨离间。他对高国二相说：“最初大多数大夫都不想立屠为太子，你2位辅佐屠继位后，大夫们都想准备谋反呢。”接着他又对大夫们说：“相国很可怕，他想要除掉我们这些不支持太子继位的人，趁他还没动手，我们先干吧。”于是田启带着大夫们领兵攻入宫廷，高国二相急忙迎战，不料最后失败。随后田启把逃到鲁国的杨生接回自己家中，然后招来众大夫前去他家喝酒。这之前，他把杨生装在一个袋子里，中途打开袋子，放出杨生说：“这才是齐国的国君。”众大夫磕头拜见。这时一位大臣说：“你们都忘记景公的遗命了吗？”众大夫略有反悔之意，杨生就磕头说：“看我可以就立我，不可以就算了。”到了这种境地，众大夫也只好同意。杨生史称齐悼公。他继位后，田启任相国，独揽齐国大权。田启死后，齐悼公被杀，他的儿子继位，也就是齐简公。这时田常在齐国担任左相，监子担任右相。齐简公宠幸监子，田常心生嫉妒，于是他还是用父亲田启的老办法，用大斗把粮食借出，小斗收回。齐国大夫们上朝觐见，要齐简公废了田常的相位。齐简公并没有当回事。不久，齐国百姓都归附于田家门下。这时监子的同族子我对田家的一个远房同族说，他要灭掉田家。不料这个田家的同族将子我的话悄悄告诉田常。
他说：“子我将要诛灭全家，如果你不先下手，灾祸就要降临了。”听到消息后，田常带领人马入宫要杀掉子我。齐简公准备下令抓住田常，他身边的一个人说：“田常不是作乱，他是在保护君王的安全。”于是齐简公就没有下令抓田常。但是田常听说齐简公发怒后，他害怕齐简公杀掉自己，就干脆率兵准备杀掉齐简公。结果齐简公逃跑了，奸子被杀。4年后，齐简公被田常派的人杀掉。接着，田常让简公的弟弟继位，他自己担任相国。经过2次的武装斗争，田氏掌握了齐国大权，同时削弱了姜姓大族的权力，姜氏的势力更加微弱了。田常死后，过了69年，田家2代人担任了2朝相国。到了齐康公时，田和是齐国的相国，齐康公成立酒色，不理朝政，田和就把他赶到海边的一座城。不久，田和要求周天子立他为诸侯，周天子准许。公元前386年，田和成为齐侯，自此齐国的姜氏政权完全被田氏所取代。有谁能够同时被6个国家任命为相国？有谁可以做到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息？有谁可以凭借出众的口才和智慧叱咤战国时期的政治舞台？做到这点的人，恐怕只有善于辞令和外交的苏秦一人。苏秦字季子，温州洛邑人，他出身贫寒，但是素有大志。据说曾与张仪一起向鬼谷子学习正横术。学成后，他想要到秦国施展自己的才华，于是他带着盘缠到了秦国，多次向秦王推荐自己的主张，但是都没有得到秦王的赏识。眼看着盘缠用光了，衣服也穿破了，他只好返回家乡。回乡后，他衣衫褴褛，穿着草鞋，饿得又瘦又黑。到家后，妻子不去迎接他，嫂子也不肯做饭给他吃，父母也嫌他丢人不理他。苏秦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干出一番成就来。从此，他每天刻苦学习到深夜，为了防止自己瞌睡，他还把头发用绳子系在房梁上，手里拿着锥。每当夜里昏昏欲睡，头往下栽时，头皮就会揪得疼，实在瞌睡的不行，他就拿锥刺一下大腿，这样就清醒了。这样苦读1年后，他终于研究出正横的策略。当时诸侯国中有齐、秦、楚、燕、赵、魏、韩7个比较强大的国家，其中实力最为强大的是秦国，他经常侵犯其他国家。苏秦正要推行他的合政策略时，秦国与赵国发生了一场战争。燕国是赵国的邻居，于是苏秦就去燕国拜见燕王。他说，秦国攻打燕国以前要走上几千里才能到，如果秦国打败了赵国，那么攻打燕国只需要走几十里，燕赵2国就好比唇齿，唇亡则齿寒，所以大王宁和赵王结盟，联合抵抗秦国，实际上也是在保护自己啊。于是燕国同意出兵帮助赵国，共同对付秦国。随后苏秦又前去拜见赵王，他对赵王说，我听说一些边陲小国的土地是秦国的5倍，我猜想6国的土地将是秦国的10倍。假如6国联合起来一同攻打秦国的话，那么秦国一定会灭亡。接着苏秦建议说，6国将军在黄水之上结成联盟，让楚国、齐国和魏国各派出精兵抵抗强秦。韩国为这3国提供粮草，燕国在长山以北抵抗秦军。那时候秦国如果攻打韩魏，楚国就断秦军的后方，齐国出兵响应楚国，赵国和燕国各守一方抵抗秦军，这样就可以战胜秦军。接着苏秦又一一分析了秦国攻打其他5国、6国该如何抵抗，他说的有理有据。赵王听后拍手称赞。随后赵王赐给他黄金万两、白璧100双，还有许多的绫罗绸缎，命他游说其他国家。
当时苏秦劝说齐王采取和政抗秦的策略时，齐王对燕怀有顾虑。苏秦就对齐王说：燕国国力弱小，一向依附于齐国，而齐国能够号令天下，燕国也出了不少力，燕国人怎么会对齐国怀有异心呢？这样齐王才放下心来，加入抗秦联盟。从公元前334年起，苏秦开始到六国去游说，宣传和政的主张。仅仅过了1年后，他就大功告成。在苏秦的一手策划下，六国决定在赵国的黄水饮血为盟，共同对抗秦国。这时，苏秦被六国诸侯任命为相国，一时间名声显赫。当苏秦衣锦还乡时，他的父母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打扫屋子，还派人去几十里的郊外迎接他。他的妻子都不敢抬头看他，他的嫂子跪在地上向他赔礼道歉。苏秦看到这情景，想到以前他们的做法，顿时百感交集。苏秦游说六国结成联盟，其实六国各有各的打算，互相牵制，因此没有根本的进展。后来张仪击破苏秦的和政策略，六国联盟瓦解。张仪是魏国人，他的祖辈是魏国贵族，与苏秦一同在鬼谷子跟前学习纵横之术。他饱读诗书，满腹谋略，就连能言善辩的苏秦也自叹不如。两人学成后，苏秦推出了他的和政策略，很快名扬诸侯各国。而张仪却在楚国相国门下做一个不起眼的门客。不过半年后，他的名声丝毫不亚于苏秦，并且得到秦王的赏识，出任高职。他得以迅速出名，与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有很大的关系。有一次，楚相打了胜仗回来，楚王赏给他玉璧。那天，楚相和他的门客一同游玩宴饮时，他高兴地拿着玉璧给众门客看，结果宴饮还没有结束，就发现玉璧不见了。这时有人对楚相说，张仪贫困，肯定是他偷走了。楚相觉得有道理，就抓住张仪审问。张仪原本没有偷和氏璧，所以不论楚相怎样严刑拷打，他就是不承认。最后张仪被打得遍体鳞伤，楚相怕出人命，只好放他走。回到家，张仪问妻子：我的舌头还在吗？妻子回答说在。张仪说：只要有舌头在，我就有出头之日。公元前329年，张仪来到秦国，被秦惠文王拜为客卿。这年，秦国攻打魏国，并取得了濮阳。张仪推出自己的连横政策，并建议秦王拉拢魏国。接着，他建议秦王归还濮阳，并把公子瑶送去魏国当人质。到了魏国后，张仪对魏王说：大王，您看秦王是真心与魏国交好啊，不但给您城池，还把儿子送来做人质了。礼尚往来，魏国怎么报答秦王呢？魏王问他怎么报答，张仪说：我们大王只喜欢土地，如果您送给秦国一些土地，那么秦王就一定会把你当兄弟看。到那时候，秦魏两国攻打其他的诸侯国，战胜后，您得到的土地肯定比你送给秦国的多得多。这话说的魏王心花怒放，他立即把15个县划给了秦国，还把一个军事重镇也给了秦国。张仪回到秦国，立即就被提拔为国相。不久，秦王命张仪率兵进攻魏国，魏王非常惊慌。第2年，魏王准备联齐抗秦。很快，魏国与韩、赵、燕、中山等5国结成联盟。只是不久，在张仪的挑拨下，楚国又出兵攻打魏国，5国联盟就此破坏。魏国求助于齐国，张仪又从中挑拨，结果齐国不但没有帮助魏国，而且还联络楚国一同攻打魏国。公元前323年，张仪拉拢魏王，魏王再次同意与秦国交好。第2年，张仪为了使魏国进一步臣服于秦国，他辞去秦国相国之位，来到魏国。魏王认为张仪有能力，立即任命他为魏国相国。张仪用4年的时间，最终说服魏王归顺秦国。张仪达到目的后，
回到秦国，秦王仍旧认他为相国。此时，齐国打败了赵国和魏国，成为东方的强国。不久，又和楚国结成了联盟。齐楚联盟成了秦王的心腹之患，于是张仪再次成为拆散齐楚联盟的不二人选。公元前313年，张仪辞掉秦国相位，前去楚国。他先是与楚怀王的宠臣交好，利用其取得楚怀王的信任，最后接近楚怀王。张仪对楚怀王说：“我们秦王愿意和大王您交好，但是我们秦王最憎恨的人是齐王。现在楚国和齐国结成联盟，因此我们秦王就不能和您交好了。如果大王您与齐国断绝关系，那么我就去请求秦王划出方圆600里的地献给楚国，然后楚国与秦国联合，共同攻打齐国。到时候楚国还可以夺取齐国的一些土地。再说大王您还可以有恩于秦国，这样一箭三雕，何乐而不为呢？”楚王听了张仪的话，高兴的立刻答应了他。虽然也有大臣劝说楚怀王不要被张仪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但是楚王根本听不进去，他执意任命张仪为相国。随后楚王便宣布与齐国断绝关系，并派人与张仪一同前去秦国接受土地。在秦国过了3个月，张仪一直称病不上朝。楚怀王以为张仪嫌他与齐国没有彻底的断绝，于是专门派人前去齐国辱骂齐王。齐王大怒，宣布永远不与楚国交好。接着齐王也派人前去秦国，要求联秦伐楚。这时楚怀王又派人向张仪要600里土地。张仪见目的已达到，于是抵赖说：“我说的是6里，不是600里。”楚王听错了。使者回来告诉楚怀王，楚怀王大怒，立刻准备出兵攻打秦国。只是齐楚联盟已遭破坏，楚国再也得不到齐国的响应了。公元前312年，秦楚大战，楚军大败。盛怒之下的楚怀王调集全军攻打秦国，再次战败。这时韩魏两国也趁机攻打楚国，楚军四面受敌，最终割地向秦求和。此时6国之中已有魏、齐、楚3国归顺了秦国，只剩下韩、赵、燕3国。接着张仪又分别来到这些国家，很快这3国的势力也被削弱。虽然之后6国也有短暂的结盟，不过有张仪之前的离间，6国已经貌合神离。于是在强秦的攻打下，6国最终惨败。后来秦惠文王去世，太子登基，是为秦武王。秦武王做太子时就不喜欢张仪，他登基后，张仪逃到魏国，被魏王任命为相国。第2年，张仪病逝。张仪凭借着出众的口才和智慧，破解了苏秦的和政策略，为秦统一天下立下了不小之功。在战国的乱世风云中，一个15岁的少年君主，竟敢一改千年中原礼制，亲自换上蛮夷之服，入舍整木，威慑朝臣，强推一场几乎让天下震动的军事改革。这个被无数儒者斥为乱政的决定，却让一个即将灭国的国家崛起为北方最强军事力量。赵武灵王，他是疯子还是千古第一军事改革家？故事要从赵国的连年败退讲起。战国中后期，赵国的实力越来越衰落，在与齐、秦、魏等国的战事中屡次战败，损兵折将，不得不忍辱割地，就连周边的小国都不断向赵国发兵进行掠夺，但赵国却无力还击。公元前326年，赵武灵王继位，继位之初，他的父亲赵肃侯刚刚去世，魏、楚、秦、燕、齐以吊唁之名组织了万人的联军，想趁机占领赵国。15岁的赵武灵王在大臣肥义的帮助下，从容应对，终使5国退兵，使赵国免于灭国。年轻的赵武灵王胸怀大志，痛定思痛，决定奋发图强，改变被动挨打的状况。赵国地处北方，
东接东湖，北临匈奴，西边和灵狐罗房相接。这些部落都是以游牧为生，非常擅长骑马射箭，经常以骑兵进犯赵国边境。在频繁的与这些游牧民族接触的过程中，赵武灵王深刻意识到骑兵的优越性。他对部下说：“这些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处如飞，反应快速灵敏，这样的军队驰骋疆场，怎会不打胜仗？”经过长期观察总结，赵武灵王发现，胡人的士卒穿窄袖短袄和长裤，不管是在平时的生活起居中，还是作战时骑在战马上，都比较灵活方便。而赵国军队的军服类似于平民的短打，显得不太适合作战，因此在与胡人骑兵的交战中往往处于劣势。而且赵军以步兵和车兵为主，而胡人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兵车长矛相比，战马弓箭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赵武灵王认识到，赵国在战事中败绩连连，并不是赵国军队的士兵衰弱，而是因为军队军装不适于骑兵。同时，车战的作战形式落后，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不适合现在的作战需要。因为战车笨重，只有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时才能发挥效力，而遇到复杂的地形，运用起来就会非常不便。并且赵国以步兵为主，怎能是迅猛如飞、灵活机动的骑兵的对手？为了增强赵国军事力量，赵武灵王决定学习这些游牧民族的长处，组建骑兵，同时改中原地区宽袖长袍的服装为短衣锦绣的胡服，以适应骑战的需要。赵武灵王坚信以骑射改装军队必然能增强赵军军队的战斗力，彻底改变赵国总是被动挨打的局面。但他也知道中原国家向来鄙视彝族，因此这番改革一定会遇到非常强大的阻力。于是为了提高国民在对全国实行胡服骑射政策的信心，他在颁布改革法令前，为胡服骑射的好处做了现实而有说服力的宣传。赵武灵王事先对少数人进行了骑射的训练，组成了一支人数不多但很精锐的骑兵，然后就带领着有限的骑兵向北进攻中山国，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使赵国国民的信心受到极大鼓舞。接着他率领骑兵渡过黄河，在黄河西侧进入灵狐人长期活动的地带。这个过程中，赵武灵王多次与游牧民族骑兵作战，从未战败。这一系列的胜利有力地证实了骑兵的优越性，赵武灵王改革的信心也更加坚定。他先找大臣肥义和将军罗缓商议，说：“我国处于强敌包围之中，如今我想改革军装，穿胡服，胡服便于骑射。”肥义、罗缓等人有戎狄背景，都十分赞同。而且他们分析了赵国的国情、地形、人文等现实情况，认为施行胡服骑射对结束国家分裂、增强军事力量和竞争力都有好处。赵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及赵文、赵赵、赵俊等认为胡服的改革会损害自己的利益，以新法违背古法，不得人心为由，反对变法。赵武灵王反驳了他们的观点，说圣人做事是以实际情况为基础，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的对策。只要是有利于国家昌盛的，何必拘泥于古人的旧法？赵武灵王立志将西北少数民族纳入赵国版图，决定采用以胡治胡的策略，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拦，力排众议，毅然颁布了胡服骑射的法令。法令的中心内容是穿胡人的服装，其窄袖短衣、脚蹬皮靴、腰系皮带、束金钩、带有雕尾长纹装饰的武冠。赵武灵王带头穿起胡服，将赵国军队的军装全改成胡服。装备齐全后，就开始训练将士骑马射箭，并在围猎活动中进行实战演习。赵国的贵族没想到赵武灵王改革的决心如此坚决，便散布谣言说，平时赵武灵王就看不惯我们，这次是借机给我们难堪。赵武灵王听后非常生气，把满朝大臣召集起来，当众弯弓搭箭，
射穿了门楼上的枕木，声色俱厉地说：再有胆敢散布谣言，阻挠变法者，枕木就是他的下场。贵族们知道事情已经无法阻止，都不敢再说反对的话了。赵武灵王改穿胡服的变法很彻底，他下令除了军队的将士，全国上下不论大臣百姓都要改穿胡服。赵武灵王带头穿着胡服去会见群臣，并派专人去见他的叔父公子成，请他改穿胡服。使臣回报说，公子成不愿意穿胡服。武灵王便亲自去见公子成，耐心的劝解，公子成被说服，也穿着胡服上朝。赵国的征数贵族见公子成都接受了胡服，就都跟着同意了。就这样，胡服就在赵国上下推行开来。实行胡服后，赵国建立起一支以骑兵为主体的军队。胡服的便利在战斗中立刻显现了威力。赵国打败了宿敌中山国，夺取了灵湖、楼房之地，国土向北方拓展了上千里，军事力量日益强大。在云门、雁门、代郡设置行政区，管辖范围达到今河套地区。赵武灵王是千古第一位敢于脱去中原面子的改革者，他以铁血魄力、现代化眼光，让赵国在战国乱世中异军突起。他的改革被后人称为中国军事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军制转型。有人说他自毁华夏礼制，也有人说他以蛮夷之道胜蛮夷之兵，但历史只记得一点，他成了改变战国格局的人。谁能想到，堂堂一个北方诸侯国的君王，竟会主动把王位让给宰相？这听上去像一场政治美谈，实则却埋下了灭国的祸根。这就是战国时期燕王哙震惊天下的禅让风波。燕国是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的一个诸侯国，燕王哙是其第38任国君。他继位后的第3年，做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就是将燕国国君的位置让给相国子之，同时收回重要官员的官印，交给子之，听凭他任命。子之由此掌握了燕国的军政大权，但太子平等旧贵族对此十分不满。公元前314年，燕国将军和太子平起兵攻打子之，燕国发生大乱，齐国趁火打劫，以平定燕国内乱为名打击燕国，杀了燕王哙和子之。燕国面临着灭国的危险，但齐国此举不但引起了燕国人民的反抗，同时也引来中原各诸侯国的联合对抗。迫于形势，齐国从燕国撤兵，燕太子平继位，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燕昭王。复国后的燕国经过内乱和齐国的攻击，实力大大削弱，一派残破的景象，土地荒废，百姓在饥寒交迫中艰难度日。燕昭王在燕国最破落时即位，决心奋发图强，使燕国强大起来，报齐国破燕杀父之仇。他深知燕国百废待兴，要想强大起来，最需要的就是人才。但是怎样才能让人才像百川归大海一样来投奔他呢？他寝食不安，苦苦思索。后来有人给燕昭王提了个建议，说郭威是个很有见识的老臣，不妨去征询一下他的意见。于是燕昭王亲自到郭威的家中，诚恳地向他请教，说齐国趁人之危，借内乱攻破燕国，我深知现在的燕国国力衰弱，是不可能报仇的，但是如果有众多的贤才相助，就能征信燕国，以雪先王之耻，请教先生，我该怎么做？郭威回答说，把贤人当老师，能成就帝业；以贤人为友，能成就王道大业；能任用贤人为臣，就可称霸诸侯。而让贤人去当仆役，就是快要亡国的征兆。身为君主，如能履行下士，把自己当成他们的弟子，甘于屈居下位，接受教诲，贤能之人见您求贤若渴，肯定会纷纷来投奔你。燕昭王说，我该如何开始呢？郭威沉思片刻，
说：请允许我先讲个故事吧。古代有位国君非常喜欢千里马，为此不惜一掷千金。可是他花了3年的时间，仍旧没能买到。宫中有个侍臣，听说在某地有一匹真正的千里马，只是那里路途遥远，于是他向国君自荐，要求让他携带着1000两黄金去把马买回来。国君欣然应允，侍臣带着金子在路上一走就是3个月。等他到了目的地之后，才得知那匹马已经死了。但既然千里迢迢而来，没有道理空手而归，于是侍臣就花500金买下了那匹马的马头，带回去复命。国君一见马头，勃然大怒，斥道：我要的是活马，如今你却给我带来个死马的马头，还用掉了500两黄金。侍臣从容不迫地回答：天下人知道死马的马头，您都愿意花500金来买，还不争相把好马给您送上门来吗？君王半信半疑，无话可说。但是仅1年的功夫，就有人送来3匹千里马。讲完故事，郭威停顿片刻，接着说：大王想要招财纳事，不妨把我当成千里马的马头。天下人得知连我这样才能平常的人都能受到敬重，还不能明白您求贤若渴的心情，纷纷来投奔您吗？燕昭王深受启发，回去后马上下令为郭威建造房子。建成后，又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把郭威接了进去，自己也拜郭威为老师，向他请教，对他非常恭敬。昭王还修筑了一座高台，台上放几千两黄金，赠给前来投奔的贤士，以便吸引天下贤才，这就是著名的黄金台。消息传开，各处有才干的人相信燕昭王真心诚意想要纳贤，纷纷赶到燕国来求见，其中包括武将巨星、谋士周延、乐毅、屈庸。一时间燕国人才齐聚，济济一堂。周延是当时名扬天下的阴阳五行家，周游各国都受到礼遇。燕昭王迎接他时，用自己的衣袖裹着扫把，一边往后退，一边打扫前面的道路。周延入座，昭王主动坐到了弟子的位置，以表示把他当老师一样尊敬。这样，燕昭王爱贤敬贤的名声更加疯传，更多的人争先恐后的投奔燕国。燕昭王打开国门，不拘一格广招人才，除了那些贤能之士，还收纳了很多与齐国有仇，或是熟悉齐国地形和国内情况，善于调兵遣将的人。对这些人，昭王以礼相待，并给予优厚的赏赐，为日后攻打齐国储备力量。在众多投奔燕国的能人志士之中，才能最突出，对燕国贡献最大的就属乐毅了。乐毅是名将岳阳的后人，深谙运兵之道，博闻广记，才学出众，曾在赵国为官。为了躲避赵国内乱，到了魏国，他听说燕昭王正广招贤才，便萌生了投奔燕国的想法。恰巧乐毅要代表魏国出使燕国，受到昭王恭敬有礼的接待，乐毅为此感动不已，于是决定留下来报效燕国。燕昭王任命他为亚卿，执掌燕国的军政大权。乐毅改革内政，整顿军队，不遗余力地协助昭王治理燕国。同时，昭王在国内吊唁使者，抚恤生者，派人去祝贺即将生育的夫妇，和百姓同甘共苦。燕国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立志要找齐国报仇。燕王带领燕国百姓，在乐毅等人的辅助下，经过28年兢兢业业的奋斗，终于使燕国逐渐殷实富足，积蓄了相当强的实力，而且百姓间也培养出艰苦奋斗、立志求强的风气。燕国的国势蒸蒸日上，此时的齐国却对内横征暴敛，对外穷兵黩武，内忧外患重重。燕昭王觉得燕国已经具备攻打齐国的条件，而且时机也已成熟，于是决议举兵伐齐。公元前284年，昭王用乐毅为上将军，联合秦及韩赵魏攻打齐国。
齐闵王倾尽全国的兵力仓促应战，但因为齐国连连征战，军队中士气低落，无力抵抗声势浩大的联军。齐国大败，齐闵王率残部南被出逃，燕军乘胜追击，单独痛击败军，连克齐国70多座城池，攻下齐都临淄，烧了齐国的宫殿和宗庙，最后只剩下了居和即墨2个城还在齐国手中。燕军大获全胜，昭王十分高兴，亲临战场犒劳军士，封乐毅为昌国君。燕国战胜了齐国，接着昭王派燕将秦开攻打东北部的东湖，迫使东湖后退了1000余里，使燕国的领土向东北扩展到辽东一带。同时，燕国还向南进军，占领了许多中山国的土地。在昭王的治理下，燕国终于跻身于强国之列，步入黄金时代。自燕国拿下齐国70多座城，齐国只剩下居和即墨2座城。这时，一个田齐曾氏远房的亲属，名叫田丹，是一个管理市场的小吏。由于战乱，他和家人逃到了即墨。紧接着，燕国出兵攻打即墨城，即墨大夫要出城迎战。田丹劝他说，齐国现在兵力不强，不宜出去与敌军交战。这个大夫不听田丹的劝说，结果战败被杀。接着，众人推田丹为将军，守卫即墨城。田丹上任后，为了扩充军队，他把自家老小也编入队伍。城里很多百姓都很敬仰他，再加上田丹为人忠厚，品德高尚，因此大家纷纷找他报名从军。很快，即墨城的士气就旺盛起来了。燕国大将乐毅率兵攻打居和即墨，整整围困3年，也没有攻下来。即墨是一座难攻易守之城，而且还有充足的粮食供给，因此乐毅想要打持久之战。田丹料到乐毅的计划，也知道他是善战的大将，料想燕军只要有乐毅在，就迟早会攻下即墨城。田丹眼前的事情就是除掉乐毅，于是他派人到燕国怂恿与乐毅不和的官员，说乐毅的坏话。果然，有官员对燕惠王说，乐毅半年之内就打下70多座城，现在3年了，却连2座城也拿不下。他恐怕是想要自立为齐王。听了这话，燕惠王撤了乐毅的大将职位，任命齐节为大将。看到燕王果然中计，田丹长舒一口气。乐毅本来在燕军中很有威望，他被突然换掉，很多将士都心里不服。齐节上任后，立即下令燕军把即墨围上好几层。几天后，燕军听到老百姓说，以前乐将军太好了，抓到俘虏也会好好对待，齐国人才敢打仗。还有人说，我祖宗的坟还在城外，要是燕军把坟刨了，这可怎么办？齐节听到附近百姓的谈话，立马派人把这些百姓的鼻子削去，还把那些人的祖坟都刨了。即墨城里的人听到这事都很气愤，纷纷要求田丹率领他们出兵与齐节大战一场。这时，田丹打发几个人装作即墨城里面的富翁，让他们夜里偷偷的给齐节送去金银财宝，并对齐节说，即墨城里面的粮食快吃完了，没有几天就要投降了，到时候将军打进城的时候，一定要保全我们一家老小。齐节高兴地接受了财宝，心想，即墨城里没有粮食，看你们能撑几天，我也不用发兵，过几天你们就乖乖的来投降吧。于是他放松了警惕，晚上也放心的睡起大觉来。几天后，田丹挑选了1000多头强壮的牛，并在它们身上画上奇怪的纹样，每头牛的牛角上还绑着2把刀，牛尾巴上也系着一捆浸了油的尾束。夜里，田丹命人迅速凿开10几处城墙，把牛群赶到城外，将牛尾巴上点上了火。这时牛尾巴着火，受惊的牛立马分了一帮向前面的燕军兵营冲去。接着齐军5000人拿着大刀向敌营杀去，而城里的百姓则都拿起了铜盆，铜器敲起来。此时燕军还在熟睡，突然听到惊天动地的呐喊声，
敲打声急忙起来。燕军睡眼朦胧中看见一片火光，还有长相诡异的怪兽，很是惊恐。燕军一片慌乱，许多人来不及抵抗，就被牛角山的刀扎死了。还有很多燕军是在混乱中被自己人踩死的。这时，田单下令乘胜攻击，齐军奋力杀敌。侥幸活下来的燕军本想驾车逃走，结果被齐军围住杀死。齐军获得大胜，因为田单的巧设火牛计，齐国才避免了一场灭国的灾难。公元前279年，田单打败燕及诸国军，收回了齐国被夺走的70多座城。当时齐闵王已被敌军杀害。田单找到藏在百姓家中避难的齐闵王的儿子田法章，拥其继位，这就是历史上的齐襄王。齐襄王继位后，田单被封为相国，后来齐襄王又把全国的兵权交给田单掌管。田单加紧整训军队，齐国日渐强盛。谁能想到，一个毫无本事、连鱼都吃不上的废柴门客，竟能靠一张嘴搅动战国风云，让齐王低头认错，令魏王抛出重金拉拢，还为主人铺出一条退可保命、进可封侯的万全之路。战国时，七雄并立，各国间频繁发动战争，时局动荡，让一些能言善辩、才能学识俱佳的人有了用武之地。他们游说于各国之间，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策略，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形成了世界城。各诸侯国也都深刻意识到人才对于国家兴衰成败的重要性，因此纷纷礼贤下士，广招人才，养士之风盛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战国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便是其中之一。孟尝君本名田文，他的父亲是齐宣王的弟弟，齐国的相国田婴。田婴儿子众多，而孟尝君本为庶出，没什么地位，但他幼时就才能出众，很快在田婴的众多儿子中显露头角。长大后逐渐掌管家事，因好客养士，好善乐施，名扬天下。门下食客达3000余人。当时齐国有个叫冯轩的人，贫困潦倒，无法维持生计，于是他托人向孟尝君请求，希望能到他的门下做食客。孟尝君问冯轩有什么特长，回答说没有特长。孟尝君又问他有什么才能，回答说也没什么才能。最后孟尝君还是笑了笑，收留了冯轩。孟尝君的门客按照能力分为3等，上等客饭菜中有余，出外配车；中等客饭菜中有余，但不配车；下等客吃的是粗茶淡饭，外出自便。仆人见孟尝君并不重视冯轩，就给他安排了下等食客的待遇。吃了几天粗糙的饭菜后，冯轩便对自己受到如此待遇感到不满。他靠着柱子，挑着自己的佩剑，唱道：常见啊，我们回去吧，在这儿吃不上鱼。左右的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下令说，把他当中等门客对待，给他鱼吃。没过多久，冯轩又靠着柱子，敲着自己的剑，唱道：常见啊，我们出门连车也坐不上。左右都笑话他，并把这话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把他当上等门客对待，给他配车。冯轩坐着车子，带着宝剑去探望朋友，并得意洋洋地说，孟尝君很看重我。这件事没过多久，冯轩又不满足了，敲着他的剑说，常见，我们还是回去吧，留在这儿养活不了家人。人们觉得他实在太贪婪了，都很厌恶他。孟尝君听说后，就问冯轩家中还有什么人。有人告诉他，冯轩尚有一个老母。于是孟尝君就派人给冯轩的母亲送去财物，让他衣食无忧。冯轩知道后非常感动，从此不再发牢骚。此时的孟尝君是齐国的相国，在薛地享受万户食衣的俸禄，但是他门下食客众多，且他对门客非常慷慨。很快他的俸禄就要供养不起这些食客了，
为了增加收入，他派人到薛地放债收息。可是1年后，很多利息都没收回来，孟尝君就要无力供养这些食客了。于是他想在食客中挑选一个会算账的人，到薛地去收债。有人向孟尝君推荐冯谖说，冯谖看上去像个能说会道的人，又没有别的本事，就让他去收利息吧。冯谖听说让他去收利息，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他把契约整理好，临行前问孟尝君，收完利息要不要买点东西带回来？孟尝君说，先生看家里缺什么就买点什么吧。冯谖驱车来到薛地，派官吏把该还债务的百姓找来，检验器具，偿付息钱，结果得到10万钱的利息后，还有很多的利息还没收上来。冯谖又对没交利息的人家一一核对，有能力还息的就限定还息的日期，对那些实在无力还息的债户，他就假借孟尝君的命令，当场烧掉债券，说他们以后都不用还钱了。百姓感激不已，高声喊着万岁。冯谖办完事后，赶着车马不停蹄地赶回齐都。孟尝君听说他把器具都烧毁了，很是气愤，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冯谖说，临行前您曾说看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看府中金银财宝、宝马良驹、香车美女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仁义，所以我就用那些器具买了仁义。孟尝君不解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冯谖解释道，现在您所有的不过是那块小小的薛地，那里的百姓是您的子民，您不爱惜他们，却用伤人的手段向他们放债，榨取利息。我认为这样做有欠妥当，因此假借您的名义，烧毁器具，把债款赏赐给百姓们。百姓非常感激您，一直欢呼万岁。这就是我给您买的仁义。孟尝君听后心里很不高兴，但事已至此，便无奈地让冯谖回去休息了。1年后，秦闵王听信谗言，想要罢黜孟尝君的相位，于是对孟尝君说，您是先王的臣子，我可不敢用。孟尝君只好回到自己的封邑薛地去。在距离薛地还有上百里的地方，薛地老老少少的百姓们已经在路旁等着迎接孟尝君了。孟尝君见此情景，才明白冯谖烧器具买仁义的用意，回过头来对冯谖说，现在我算是看到先生为我买的仁义了。冯谖觉得孟尝君在齐国的政治地位不够稳固，因此才会动辄得咎，于是对孟尝君说，狡猾的兔子有3处巢穴，才免于不被捕猎。现在您的巢穴只有1处，还不能保证安全无虞，就让我为您营造另2处巢穴吧。孟尝君同意了，分给他50辆车，500斤供他使用。冯谖来到魏国的都城大梁，对魏惠王说，齐国的强盛全都仰赖于孟尝君的才智。如今齐王受奸人蛊惑，罢了孟尝君的相位。孟尝君对此肯定非常不满，世人都知道他是治世之才，您若能将他请来辅佐您治理魏国，肯定能让魏国强大起来。对于孟尝君的贤能，魏王也是早有耳闻，听冯谖这样说，当然非常高兴，于是马上派使节带着1000斤黄金、100乘马车去请孟尝君为魏国国相。冯谖加紧赶路，在魏国使臣到达薛地之前赶回薛地，对孟尝君说，1000斤黄金是重礼，100乘车马又声势浩大，齐国的君臣肯定也很快就知道了。魏国使臣接连3次来请孟尝君，都被他拒绝了。果然，这消息很快传到了齐国，齐王和满朝文武都非常担忧害怕。齐王赶紧派使臣拉着200辆华丽的车子，携带1000金和1把佩剑，并写了一封信向孟尝君谢罪，说都怪我听信谗言，削去您的相位，我知道不值得您原谅，但是请您看在齐国6位先王的面子上，回来帮助我治理齐国吧。冯谖给孟尝君出主意说，可以回去继续做齐国的相国，
但是要他向齐王索取先王的祭器，在薛地建立宗庙，这就是第三窟。齐王答应了孟尝君的请求。孟尝君回到齐国，此后数十年，孟尝君高枕无忧，继续执政齐国。谁也不会忘记，改变他命运的不是手中兵权，而是一个名叫冯谖的门客。他不靠才华，不靠武力，仅靠3次敲剑、3次谋划，就让一个失势贵族重登权位。而这便是战国论事中最令人叹服的门客传奇。你知道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役是哪一场吗？不是赤壁，也不是淝水，而是战国末年长平之战。40多万人埋骨山谷，一位纸上谈兵的天才少年就此永载史册。这位少年就是赵括，但你也许不知道，赵括并非一出场就是悲剧英雄。他的故事要从他还是个年轻谋士的时候说起。赵括是赵国将领赵奢的儿子。公元前280年，赵王命令赵奢攻打齐国麦丘，于是赵奢带着儿子赵括一起来到麦丘。在他们父子到来以前，赵军已经攻打麦丘很多次了，结果都以失败告终。赵王于是改用赵奢为将，要他1个月以内必须拿下麦丘。有了赵王的指令，赵奢一到麦丘，立刻下令开始进攻。但赵括觉得麦丘的齐军防御完善，赵军已经进攻这么多次都没能攻下来，硬攻只会损伤自己的实力。要想在1个月以内拿下麦丘，应该想其他方法。他想，赵军已经围困麦丘这么久，麦丘的粮食肯定快吃光了。于是他建议父亲停止进攻，先保存实力，认清楚麦丘城内的情况，再想进攻策略。但赵王1个月的期限让赵奢心急如焚，他根本听不进儿子的话。赵奢抓到齐国的战俘，向他们运行，想打探出麦丘城内的情况。但俘虏们阳关紧闭，赵括每天送饭给俘虏吃，待他们很有礼貌，还让他们带粮食回家。于是就有俘虏悄悄告诉他，其实城内的粮食快吃完了，全都充当了齐军的军粮，老百姓没有饭吃，已经开始吃人了。赵括问，那么齐军还能守多久呢？俘虏回答，几个月吧。赵括打听到的消息是父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能得到的。赵奢开始对儿子刮目相看，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不再硬攻，并把俘虏都放回了城。俘虏回城后，对城里的百姓说，这一批赵军待人很好，不但没有让我们受委屈，还给我们饭吃，让我们把粮食带回来。这样一来，城里的百姓就动摇了，有些人想向赵军投降。齐国将领一看归来的俘虏，动摇了民心，于是把他们全部都关了起来。这样的举动让城里的百姓和士兵大为不满。这时候，在赵括的提议下，赵奢开始让士兵往城里抛粮食。围城的赵军于是每天把粮食抛进城，什么都不说，接着就回营休息。几天后，齐军派人把粮食运回来，并传话说要攻快攻，不要再往城里抛粮食了。齐军派的人回去以后，赵奢仍然不进攻。过了几天，接着向城里抛粮食。抛了几天以后，齐军又派人来，要和赵奢选个日子决一死战。赵括对父亲说，别理他们。又过了几天，他们得到消息，守城的齐军将领被百姓杀了，麦丘百姓全部投降了赵军。赵括让麦丘百姓不战而降，这件事传回赵国。赵王对他很是赞赏。赵括从小就喜读兵书，研习兵法，谈论兵事，并且著书立说，广收投递。他和父亲讨论运兵之道，有时候就连父亲都是他的手下败将。但是赵奢从来都不夸奖他。赵括的母亲不明白，赵奢告诉他，打仗是性命攸关的事，但赵括总是夸夸其谈，把他看得太轻易了。赵王不让他领兵打仗还好，如果他带兵，赵军必败无疑。
公元前202年，秦国率先向韩国发起进攻，攻破韩国野王，围困上党。韩王为了使秦国撤兵，命令守将冯亭把上党送给秦国。冯亭不愿降秦，决定把上党送给赵国。赵王欣然接受，并派廉颇率领军队驻守在长平，防止秦军前来攻击。秦王不甘心上党成了赵国领地，于是派王和领兵进攻长平。秦军不断发起挑战，赵军利用地形优势，坚守不出，战争僵持3年之久，累及百姓。赵国百姓没有粮食可吃，向齐国借粮，齐国坐视不理，秦国国库也被战争掏空。士兵倦怠，两国都难以承受战争的负荷，希望可以速战速决。范雎很快想到一条计谋，没几天，秦军阵营里议论纷纷，说廉颇要谋反。这时候赵王也听到传言说，廉颇老了，大不如从前了。赵军眼看就要抵挡不住了，秦国害怕的其实是年富力强的赵括。赵王对廉颇生了疑心，于是向大臣们征询意见。蔺相如力挺廉颇说，赵括只会读他父亲的兵书，还没有亲自带过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他的经验不足，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赵王又去询问老将军乐毅，乐毅说，廉颇擅长的是短时间就能打完的攻坚战，而不是两军对峙的持久战。赵括从小在军中长大，军事经验不会不足，而且赵军中很多将领都向他学习军事理论，以他为将，足以服众。况且他和父亲赵奢曾经破过秦军名将的阵营，秦军对他们父子的威名很是敬畏。赵王听从了乐毅的意见，召见赵括，问他如果派他出征，能不能打败秦军。赵括说，如果秦军将领是白起，我或许还要考虑考虑，但现在是王和带兵，他不过是廉颇的对手，对我来说小事一桩。赵王于是命令赵括去接替廉颇。赵括的母亲得知了赵括要领兵的消息，立刻向赵王上奏，请赵王收回成命，说他父亲临终时再三叮嘱，一定不能让他带兵。这个孩子把打仗当游戏，用他为将，只怕枉送了士兵的性命。赵王不听，赵母只好回去，要赵括向赵王请求赏赐，置办家业。赵括不解，赵母说，你这次领兵带走了赵国一半的军队，赵王不可能对你完全放心。况且上党地势险要，你手握重兵，在那里足以拥兵自立。你出征的日子久了，免不了有人对赵王进谗言。而且这次出征事关国家存亡，败了国破家亡，胜了功高震主。你替家人求封赏，把家人留在这里，也是为了让赵王知道你是一定会回来的。这么大一场仗，本来就难辨胜负，全看评判的人怎么评判，所以让赵王安心比什么都重要。赵括听从了母亲的话，赵母又向赵王请奏，希望赵王承诺，无论赵括战胜还是战败，都不牵连家人。赵王同意了，赵括这才领兵出征。公元前260年，赵括带着兵马到了长平，把廉颇制定的军法全部废除，下令一旦秦军再来挑战，全力迎战，打退以后乘胜追击，让他们全军覆没。赵括为将的消息传到秦国，秦国立即调整了作战策略，增派军队，换武安军白起为将领。为了不打草惊蛇，引起赵军的警惕，秦王下令，有敢泄露白起为将的人，杀无赦。白起是秦国名将，从一名普通的武官一直升到武安军的位置。他指挥过的70多场战役，没有一次失败的记录。白起作战不只是为了占领城池，他对敌人群追猛打，目的就是把敌人杀光。凡作战必歼敌。到战国后期，武安军白起已经成了一个令六国军队闻之而胆颤的名字。赵括缺乏实战经验，一心求胜又大意心敌，这些弱点全部被白起利用。公元前200年8月，对敌军情况几乎一无所知的赵括，
率领赵军主力大肆攻打秦军。白起稍一抵抗就假装败阵，诱使赵军追击。秦军向事先筑好的垒阵撤退，引诱赵军进入他们的埋伏地点残壁。白起的包围圈就像一个大口袋，待赵军全部进入后，埋伏在包围圈两侧的一支25000人的部队立刻从后方截住赵军的退路，一方面给口袋收入口，另一方面监视留守在后方营地的赵军，牵制他们，使他们不能前来增援，这样就把赵军主力死死地围困在包围圈中。秦军断了赵军的后路，赵军失去粮草来源，只好在包围圈中拼死抵抗，等待援军。秦军包围赵军的消息传到秦国，秦王亲自赶到河内，征用了当地所有15岁以上的男丁，组成一支部队到长平驻战。这支部队开到长平以北，堵住赵国的粮道和援军通道，使赵军主力完全断绝了后勤支援。当年9月，赵军断粮已经46天，被饿死的士兵不计其数，他们已经斗志全无。赵括希望可以突围出去，他把军队分成4部分，轮流攻击秦军阵营，想以血肉之躯拨开一条生路，但是秦军坚如堡垒。最后赵括亲率精锐，意欲强行突围，结果被秦军的箭阵射杀，主将被杀，赵国军心大乱，40多万名士兵全部缴械投降。投降的40多万赵国士兵让白起发了愁，他们详情是在既没有粮草又没有救兵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他们的故乡在赵国，不会真的效忠秦国，所以这支军队不能为秦国所用，如果放他们回去，无异于放虎归山。全部看守起来呢，看守这么多人，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以及供给他们的粮食，对于当时的秦国来说都是不可能承担的，更别说他们人数众多，一旦发生叛乱将难以控制。思前想后，白起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选出赵国降军中最年幼的240人，放回赵国通风报信，然后把剩下的人全部带入山谷活埋。这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长平之战，赵括断送了40多万士兵的性命和赵国的前途，从此成了后人口中只会纸上谈兵的将军。这场战争使赵国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赵国半数以上的成年男子都死于此战。这场战争使其他六国闻风丧胆，加速了秦国一统全国的进程。秦国一统天下，基成定势。公元前258年，赵国的天空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长平之战刚结束，40万赵族被秦将白起活埋，尸骨未寒，邯郸已陷入风声鹤唳。秦国大军乘胜追击，围困邯郸，是要一鼓作气吞并六国中的又一枚棋子。而在此生死关头，所有诸侯噤若寒蝉，没有援军，没有支援，连一封书信也无人回信。可就在这万籁俱寂的沉默里，魏国的一位贵族悄然登场。他不是大将，却能调兵；不是国君，却敢对抗秦军。他就是信陵君吴忌。此人不以权贵正人，却以礼贤下士闻名天下。他的门下宾客3000，个个奇才异士。11年间，魏国之所以无国敢犯，靠的不是国防，而是他这个贤人。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比戏剧还曲折，盗取兵符，刺杀主将，兵发邯郸，只为救一座孤城，一个燕青，以及战国最后的底线，道义与人心。故事从这里开始。公元前258年，秦国加快了吞并六国的脚步，战争变得越来越频繁。借着长平之战的胜利，秦国进而围攻赵国的首都邯郸，希望能一举拿下赵国，再吞并其他5国。赵国形势格外危急，其他各国畏惧秦国的兵力，都不敢出兵支援。当时的魏国和赵国接壤，两国之间又有婚姻关系，所以赵国派人到魏国请求支援。
对于魏国来说，赵国一旦被攻破，那么魏国也难以自保。但当时的秦国国相范雎曾经被魏国国相魏齐投入监狱，几乎屈打致死，所以他对魏国格外憎恨，派秦军攻击魏国。魏国已经自顾不暇。魏国有位公子无忌，是魏安西王同父异母的弟弟。魏安西王上台后，封他为信陵君。信陵君为人和蔼，礼贤下士，只要是有才能的人，他都以礼相交，从不因为自己身份显赫而怠慢他人。久而久之，方圆几千里的士人都知道了信陵君的名字，争相前来投靠。他的门客高达3000人之多。由于有信陵君在魏国，他又有这么多有才能的门客，所以长达10几年都没有一个诸侯国敢来侵犯魏国。魏国有个70多岁的隐士叫侯嬴，被人尊称为侯生，在大梁仪门做守门人，生活困难。信陵君听说了他，带着礼物前去结交。侯嬴不接受，说我几十年来都重视节操，不会因为生活清苦而接受您的财物。信陵君于是专门为他摆了酒席，请了很多宾客。宾客全部到齐后，信陵君才亲自驾着马车，把左边的上位空出来，去迎接侯生。侯生毫不谦逊，撩起衣服直接上车，坐到左边的座位上。他一边这么做，一边观察信陵君。只见信陵君表情谦和恭敬。侯生又说：“我有个开肉铺的朋友，就在街市上，委屈您路过那里的时候，让我顺便拜访他。”信陵君就亲自驾着马车来到了闹市上。侯生下车去看他的朋友朱亥，故意站在那里东扯西扯，暗暗地观察信陵君。信陵君的表情更加平和恭谦。这时，信陵君的厅堂里坐满了王侯将相，只等他回来开宴。闹市里的人看到信陵君，纷纷前来围观。信陵君的随从都在小声抗议，说侯生不识抬举。侯生偷眼看信陵君，只见他面不改色，仍然恭敬谦和，这才和朋友告辞上了车。宴会上，信陵君把侯生带到上座，一个一个地向他介绍在场宾客，这让宾客们很是不解。宴会到高潮，信陵君走到侯生面前向他敬酒，侯生这才说：“今天的事就是侯嬴给公子的回报，我不过是个看门的人，公子却降珍于贵，亲驾马车来接我。众目睽睽之下，我也不该去拜访朋友，公子却答应了我，还站在那里等我。我故意这么做，观察公子的态度。”公子的表情却越来越谦和，这让大街上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小人，而您是个君子，这都是为了成就公子的名声啊！信陵君深为折服。宴会结束以后，侯生就成了他的上等宾客。侯生又说：“我今天拜访的朋友是屠户朱亥，他很有才干，但不能被世人理解，所以才隐身在闹市中做了屠夫。”信陵君于是前去拜访朱亥，去了好几次，朱亥却来而不往，不回访信陵君。信陵君不知何故，纳闷极了。这时候，赵国兵败，邯郸告急。赵桓的弟弟平原君娶了信陵君的姐姐。平原君屡次写信向魏王和信陵君求助，魏王让将军晋鄙带10万士兵赶去支援。秦国派人威胁说，秦国拿下赵国不过是时间问题，现在谁敢出兵支援？一旦打下了赵国，第一个就去攻打他。魏王害怕，忙让人前去阻拦晋鄙，以支援赵国为借口，停在邺城，前后观望。魏王不出兵，平原君派人接二连三来找信陵君，责怪说：“我之所以愿意和公子加联姻，就是因为觉得公子高风亮节，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不会做壁上观。现在邯郸马上就要失守了，魏国却不派兵，公子的高风亮节哪里去了？更何况公子就算不管我，难道连自己的姐姐也不管不顾了吗？”信陵君听了日夜思虑，带着门客想方设法请求魏王出兵，但魏王畏惧强秦，始终不听。信陵君见魏王态度坚决，知道此路不通，于是决定自己带门客前往支援，与赵国同生共死。他们一行路过仪门，看到侯生，就把情况告诉了他。告别的时候，
侯生说：公子尽力吧，臣不能同行。信陵君走了几里，越想越不快，问道：我对侯生还不够好吗？天下人都知道我是怎么待他的，可现在我就要去和秦军决一死战了，他连句送别的话都没有，难道是我做的还不够吗？于是调转车马回去找侯生问个明白。侯生已经等在那里了，见到信陵君，笑着说：我早知道公子会回来。信陵君诧异，侯生又说：公子爱才，举世皆知，现在遇到困难却想不出方法，只能和秦军硬拼，这和把肉扔到老虎嘴里有什么不同呢？如果只能想出这样的办法，这么多门客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公子对我这么好，您要走了，我却不送别，我知道您一定会觉得惋惜，回来找我。信陵君恍然大悟，忙向侯生施礼，请他出谋划策。侯生等所有人都退出去，才说：听说魏国的兵符就放在魏王卧室里，最多蠢的嫔妃如姬每天都要去那里。又听说如姬的父亲被杀，如姬想为父报仇，3年都没实现，是公子派人为他报了复仇。如姬想报恩，万死不辞，只是找不到机会。公子只要开口，如姬肯定答应。拿到兵符就可以执掌军权，援赵退秦，这对其他的5个国家也是大功一件啊！信陵君按他的话去做，果然拿到了兵符。临上路的时候，侯生又说：请让我的朋友朱亥和公子同去。公子独自带兵符前往，晋必不一定相信，或许会向魏王求证。他如果听您的当然好，如果不听，朱亥可以杀了他。信陵君一听落下泪来。侯生不解，问：公子为什么要哭？难道是怕死吗？信陵君回答：晋必是个老将军，如果不听我的，就要被杀掉。我是想到这里才会哭的。信陵君前去邀请朱亥的时候，朱亥说：我不过是个屠夫，公子却几次前来看望，我没回访，是因为觉得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现在公子有难，正是我报答的好机会啊！说完，欣然同往。信陵君又去同侯生告别。侯生说：我本该和公子同去，但是年迈体衰，上不了路，我会计算公子的行程，在您赶到晋必军营的那一天，面北自杀，以此送行。信陵君赶赴邺城，见到晋必，以符为凭，要求带领兵马。晋必不信，说：率领10万兵马可是重大的责任，大王怎么会让您单枪匹马的来取代我？朱亥见状，拿出藏在袖子里的铁锤，把他当场锤杀。这一天，侯生果然面北而死。信陵君于是得以带兵援赵，解邯郸之急。秦军退兵后，赵王和平原君亲自前来迎接，信陵君切符就赵。赵王很感激，对他长鞠2躬，说：自古以来，没有谁能比得上公子您的贤德啊！就连平原君也说自己比不上信陵君。一个不握兵权的公子，一个卖肉的壮士，一个白发守门人，凭一纸兵符，一锤一策，硬生生的从虎口救出一座城。信陵君的名字也在这一役之后云载史册。公元前267年，一桩神秘死亡打破了秦国的沉寂。高太子突然死于魏国，一具尸身被运回秦国，埋葬在子阳。就在朝堂暗潮涌动、皇位继承风起云涌之时，一个不被重视的儿子，一人踏上了命运最险恶的棋盘。而引爆这局棋的，不是王公贵族，不是将相名臣，而是一个从魏国走出来的商人吕不韦。谁能想到，这位买卖期货的商人竟然以一己之力操盘权谋，扶一位质子登上王位，甚至间接造就了日后统一6国的秦皇嬴政。公元前265年，秦昭王的第2个儿子安国君被立为太子，而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安国君有个非常宠爱的妃子，立她为正夫人，称之为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安国君有个排行居中的儿子，名叫异人。
异人的母亲叫夏姬，不受宠爱。长平之战以前，赵国国力不输秦国，秦国2次进攻赵国都被赵将廉颇打退。为了议和，秦国把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异人送到赵国做人质。异人被送到赵国后，秦国仍然时常派兵攻打赵国，因此赵国人并不善待他，让他左右为难。异人在赵国过着被囚禁一般的日子，生活困难，失意潦倒，车马和钱财都十分紧缺，更觉得自己的一生都要耗在赵国了。吕不韦原是魏国人，经商为生，他奔走各地，贱买贵卖，积累了万贯家财。他的生意做大以后，魏国这样的小国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商业需求，于是他来到赵国。赵国是当时中原的交通要塞，经济发达，有利于发展商业贸易。吕不韦在邯郸做生意的时候，偶然见到了异人，他以商人的精明头脑意识到，这个人像个罕见的货物，可以囤积起来，等待时机出手。于是他想方设法同异人结交。吕不韦先买通了异人身边看守他的侍卫，使自己得以前去拜访异人。他对失意中的异人说：“我能让你光耀门楣。”异人不相信，苦笑着说：“你先光耀自己的门楣，再来光耀我的门楣吧。”吕不韦回答：“你不明白，我的门楣就是要靠你的门楣来光耀啊。”异人孤身在异乡，身边没有心腹知己，很快把吕不韦视为不可缺少的人。吕不韦的这番话，异人心知肚明，他在赵国茫然度日，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于是向吕不韦请教。吕不韦说：“秦王老了，太子是您的父亲安国君。我听说安国君最宠爱的妃子是华阳夫人，但华阳夫人至今没有子嗣。以华阳夫人受宠的程度，绝对可以左右安国君的想法。您有20多个兄弟，排行不前不后，没什么特别的长处，不受宠又长期在赵国，就算秦王不在了，安国君做了君王，您也没有资本和兄长还有其他兄弟争太子啊。”异人说：“是，您说的没错，可我能怎么办呢？”吕不韦说：“您没什么钱，又寄人篱下，不可能拿出礼物承欢亲友，壮大势力。我虽然也算不上富有，但还是愿意提供钱财给您，为您跑一趟秦国，见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让他们令您做太子。”话说完，吕不韦真的拿出500金给异人，让他置换车马，广交幕友。同时他自己也带着500金买了些奇珍异宝，西去咸阳，打探门路。他先拜访了华阳夫人的弟弟杨全军和大姐，让华阳夫人的姐姐亲自出马到华阳夫人那里做说客。吕不韦先去拜访华阳夫人的弟弟杨全军，献上好礼，然后说：“阁下可知，阁下这已之死，您门下的宾客无不位高势尊，相反太子门下无一显贵，而且阁下府中珍宝军马佳丽多不可数。老实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如今大王年事已高，一旦驾崩，太子之政，阁下则危如累卵，生死在旦夕之间。”杨全军大惊。吕不韦又道：“小人倒有条权宜之计，可令阁下富贵万年，且稳如泰山，绝无后顾之忧。”杨全军赶忙让座施礼，恭敬地表示请教。吕不韦献策说：“大王年事已高，您姐姐华阳夫人却无子嗣，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子息继位后一定重用秦城士仓，到时候华阳王后的门庭必定长满蒿野草。萧条冷落，现在在赵国为质的公子异人，才德兼备，可惜没有母亲在宫中庇护，每每翘首希望加班，极想回到秦国来。王后倘若能立异人为太子，这样一来，不是楚军的异人也能继位为王，他肯定会感念华阳夫人的恩德，而无子的华阳夫人也因此有了日后的依靠。”杨全军说：“对，有道理。”便让吕不韦进宫与华阳夫人谈话。吕不韦谈及异人聪明贤能，所结交的诸侯宾客遍及天下，常常说：“我异人把夫人看成母亲一般，日夜哭泣，思念太子和夫人。”
夫人非常高兴，吕不韦趁机又让华阳夫人姐姐劝说华阳夫人道：年轻的时候可以靠美貌得宠，可总有一天会年老色衰的。你没有子女可依靠，到时候该怎么办呢？不如趁早在太子的儿子中选一个才干不错又孝顺你的人，认作儿子，立为王位继承人。这样丈夫在的时候，你可以妻贫夫贵；一旦丈夫不在了，继承王位的人是你的儿子，又可以母凭子贵，就不用害怕会有失势的一天了。听姐姐一句话，不趁现在得宠的时候积累资本，以后不得宠了，太子还会听你的吗？我这里有一个人选，就是送到赵国做人质的异人。这个孩子品行不错，自己也知道按排行不可能做继承人，而且他的生母也不得宠。如果扶他做继承人，他一定感恩戴德，对你终身孝敬，那你一生的尊崇不就有指望了吗？这番话说到了华阳夫人的心坎上，她深以为意。吕不韦借机把带来的珍奇玩物送给华阳夫人，顺便夸奖异人的聪慧贤德，说他门客满天下，还说我们异人把夫人当成了天，因为想念夫人和太子，夜不能寐，终日哭泣。华阳夫人听了很高兴，于是找机会对安国君说，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很有才干，很多人都夸奖他，然后哭诉道：我有幸得太子宠爱，只是没有儿子，心中不安，希望能让异人做儿子，立为继承人，也不至于将来没有着落。安国君同意了，把异人立为继承人。确定继承人以后，安国君和华阳夫人送了很多礼物给异人，并请吕不韦做他的老师，异人的名气越来越大。吕不韦有一个绝美而善舞的姬妾，异人在吕不韦家中宴席上看到此女后非常喜欢，就站起身来向吕不韦祝酒，请求把此女赐给他。吕不韦很生气，但转念一想，已经为异人破费了大量家产，为了借以调取其货，于是就献出了这个女子。10月后，此女生下儿子名政，即秦始皇嬴政，异人就立此姬为夫人。公元前257年，秦国再攻赵国，围困了赵都邯郸，形势危急，赵国人想杀掉异人泄恨。异人慌忙和吕不韦商议，他们重金买通了守城的官吏，仓皇逃到秦国大营。他们走得匆忙，把赵姬和儿子赵正留在了赵国。赵国人没抓到异人，就想杀掉他的妻儿。赵姬躲在赵国夫妇的家中，假装是他的女儿，才逃过这一劫。异人回到秦国后，吕不韦让他身穿楚服去见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出身楚国，见到这样的异人格外高兴，于是给异人改名叫子楚。公元前251年，秦昭王去世，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王，是为秦孝文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华阳夫人趁机劝秦王立子楚为太子。秦王召来丞相，下诏说寡人的儿子属子楚最能干，于是立子楚为太子。公元前251年，秦昭王驾崩，安国君继位，是为孝文王。这位秦王只做了3天，便猝然去世。是的，仅仅3天。于是子楚顺理成章地登上王位，是为秦庄襄王。庄襄王尊华阳夫人为太后，封吕不韦为丞相，赐10万户封地于洛阳，号文信侯，门下奴仆万人，威震朝野。至此，那个当初说我的门楣要靠你光耀的商人，真的光耀了门楣，甚至点燃了整个秦帝国的崛起。秦庄襄王在位仅3年，却是秦始皇上位的关键跳板。而吕不韦这个被史书称为古人而王者师的传奇人物，凭一己之力搅动风云，布局王室，书写了战国政商合谋最精彩的一页。公元前3世纪的中原大地，硝烟四起，六国危在旦夕。就在这风雨欲来的岁月里，一场注定失败的刺杀，揭开了战国末年的惊天暗涌。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名叫荆轲的刺客，
要说这段传奇，还得从燕国的太子丹讲起。燕太子丹是燕国的太子，后被送到秦国做人质，在秦国受尽了屈辱，便私自逃回燕国。公元前228年，秦国的将军王翦攻破赵国，俘虏赵王谦，大部分占领了赵国的国土，进军向北侵占土地，到达燕国南部的边界。太子丹感到十分惶恐，便向太傅居武求救。然而，面对这样的情况，居武也是束手无策。没过多久，秦国的大将房无忌逃到了燕国。原来，房无忌奉秦王嬴政之命攻打赵国，却败在了赵国大将李牧手上。他生怕秦王会怪罪自己，不敢再回秦国，便逃到燕国来，恳求太子丹收留自己。居武劝说太子丹不要答应他的请求，以免激怒了秦王，惹祸上身。但太子丹心意已决，一定要让房无忌留下。居武见状也不好再说什么。在此之后，居武建议太子丹重用一位名叫田光的谋士，共谋护国大计。田光来访时，太子丹对他以礼待之，向他询问如何才能在秦国的威胁下保住燕国。此时，田光年事已老，自觉无力再为国家做什么贡献，便向太子丹推荐了自己的好友荆轲。荆轲本是魏国的一名侠客，与田光的交情一向很好。太子丹决定召见荆轲，并请求田光将自己的心意转达给荆轲。田光告辞之际，太子丹为免自己与他会面一事泄露出去，招致不必要的灾祸，还特意叮嘱他千万不要对外人提及此事。告别了太子丹，田光又赶去拜访荆轲，并告诉荆轲自己已向太子丹推荐了他，请他无论如何都要去跟太子丹见上一面。荆轲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田光非常欣慰。他对荆轲说自己曾经向太子丹承诺，绝对不会将他召见自己的事泄露出去。眼下荆轲既已答应去跟太子丹会面，自己的心愿也就达成了，就算是马上自杀也不会有任何遗憾了。田光说着就在荆轲面前自刎了。荆轲深受感染，后来他之所以会铤而走险刺杀秦王，多多少少也是因为受到田光之死的影响。见到太子丹后，荆轲便将田光的死讯和死因全部说了出来。太子丹一面流泪，一面对荆轲的到来表示感谢。在此次会面中，他向荆轲提出了刺杀秦王的计划，希望荆轲能够担此大任。荆轲沉默了一阵子，才向他表示自己资质平庸，只怕会辜负了他的期望。遭到婉拒的太子丹并不死心，堂堂燕国的太子竟然向荆轲这个平民磕头，恳请他一定要答应自己的请求。荆轲没有再推辞，其后他就在太子丹这里安顿下来。为了让荆轲竭尽所能效忠自己，太子丹不断用财宝和美人笼络他。在此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荆轲一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过，对于刺杀秦王一事，太子丹却从未听他提起过。后来，眼看着赵国也被秦国吞并了，秦国的大军已经逼近燕国南部地区，太子丹终于沉不住气了，请求荆轲尽快行动。荆轲提出要带着房无忌这个秦国的叛头的头一起去面见秦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秦王，然后再趁着秦王麻痹大意之际将其刺杀。虽然荆轲此言甚有道理，但太子丹却不忍心出卖自己的好友房无忌，只好请求荆轲另谋他法。但是荆轲却坚持认为这是最好的法子，不管太子丹是否同意，他都要这么做。为此，他还特意瞒着太子丹，偷偷去跟房无忌会面。此时，房无忌的父母曾祖早已被秦王诛杀了。房无忌对秦王恨之入骨，却苦于找不到复仇的方法。荆轲便对他说，只要自己能带着他的屠戮去拜见秦王，必定能取悦秦王，到时候自己就可以寻找机会将秦王杀掉。如此一来，既可以为房家上下报仇，又可以保护燕国不被秦王所灭。房无忌被荆轲的一席话深深打动，马上在荆轲面前自杀了。
太子丹听闻他的死讯，不由得大哭起来，但事已至此，也只好按照荆轲的计划进行了。但是得到了房无忌的头颅，对荆轲而言仍是不够的。在刺秦之前，他还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首先，他要准备一把锋利的匕首，为了确保刺秦成功，他还要在匕首上淬上天下最毒的毒药。幸好这些太子丹都已准备好了。太子丹以100斤的高价从当时的铸剑名师徐夫人那里买了一把号称是世间最锋利的匕首。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徐夫人其实是如假包换的男子，他只是姓徐名夫人而已。匕首买回来之后，太子丹又叫人在上面淬了某种不知名的剧毒。据说人的血液只要沾染了一点点这种剧毒，就会马上毙命。到了这时，刺秦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荆轲带上房无忌的头颅和匕首，跟自己的助手秦舞阳一同踏上了刺秦的不归路。太子一身缟素，赶到易水之畔为他送行。临行之际，荆轲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篇流芳千古的易水歌也预示了荆轲此后悲惨的命运。抵达秦国后，荆轲首先去拜见秦王的宠臣蒙嘉，向蒙嘉表明燕王愿向秦王献上房无忌的首级和燕国的部分领土，以此表明燕国向秦国臣服的诚心。蒙嘉将荆轲的话转告给秦王以后，秦王便下令在咸阳宫接见荆轲。到了约定的日子，荆轲和秦舞阳带着2个盒子来到咸阳宫的大殿上，盒子中分别装着房无忌的首级和燕国的地图。秦舞阳因为紧张过度，忍不住浑身哆嗦。荆轲急忙若无其事地帮他掩饰，说他只是因为没有见过这么大场面，才会在名震天下的秦王面前失态。秦王不疑有他，叫荆轲把燕国的地图呈上来。荆轲拿了地图捧送给秦王，打开地图，地图全部打开，匕首就露了出来。于是荆轲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拿着匕首刺秦王。还没刺到秦王的身上，秦王非常惊骇，自己伸直身子站起来，挣断了袖子。秦王拔剑，剑太长，就握住剑鞘。当时秦王心里又怕又急，剑插得很紧，所以不能立即拔出来。荆轲追逐秦王，秦王绕着柱子跑，秦国的君臣都惊呆了。事情突然发生，意料不到，大家都失去了常态，并且按照秦国的法律，臣子们侍立在殿上的不能带一点兵器。那些宫廷侍卫握着武器，都排列在宫殿的台阶下面，没有君王的命令不能上殿。当危急的时候，来不及召唤阶下的侍卫，所以荆轲追逐秦王，大家仓促间惊慌失措，没有武器用来击杀荆轲，仅仅用空手一起同荆轲搏斗。这时秦王的随从医官夏无且用他手里捧着的药袋投击荆轲，秦王还正在绕着柱子跑，仓促间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侍臣们就说：王复剑，王复剑。秦王于是拔出剑用来攻击荆轲，砍断了荆轲的左大腿，荆轲倒下了，就举起他的匕首投击秦王，没有击中，击中了柱子。秦王又砍击荆轲，荆轲受了8处剑伤。荆轲自己知道事情不能成功了，靠着柱子笑着，像戳鸡一样张开2腿坐在地上，骂道：是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节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秦王的侍臣上前斩杀荆轲，事后秦王还头昏眼花了好长一段时间。荆轲刺秦，让秦王对燕国深恶痛绝。公元前227年，秦王命王翦率秦军突破易水防线，歼灭燕赵联军主力，攻占燕都蓟城，迫使燕王喜迁都辽东襄平。燕王被逼无奈，只好杀掉太子丹献给秦王。秦王丝毫不为所动，继续命人攻打燕国。5年后，秦将王贲率军北上辽东，燕王喜被俘，残余势力被彻底消灭，燕国被秦国所灭。